當我們開車來到湖南群山裡的盤香公路時，無意間發現一條岔路，碎石坡底，彎彎扭扭地扎進山谷深處。我們懷着好奇心，用無人機穿過層層密林，在山谷的深處，竟然發現開墾了一大片整整齊齊的菜地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菜地的周圍竟然沒有發現有房屋。到底是誰選擇在這裡隱居，還是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？現在我們就徒步前往，看看是何方高人在此隱居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領略風土人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新的一年，新的開始，在新的一年裡，祝大家萬事順意。現在我來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裡面。當我走到這裡的時候，我發現在我身後有一棟泥土房，但是已經廢棄了。我腳下呢是一條新開闢的碎石公路，它直通山谷。而且我們可以通過路面上來看，上面有車輪碾壓過的痕跡。難道這個山谷裡面至今還有人居住嗎？所以我們剛剛用無人機在空中簡單的探查了一下，發現在這個山谷裡面的確開墾了幾塊菜地。只不過很奇怪的是，我們的無人機並沒有發現在這個山谷裡面有房屋。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就走進這個山谷裡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的天氣不錯，我們又出來古村落探險了。這個路面呢，看樣子是近期沒多久開闢出來的，上面還有一些水泥的抹過的痕跡。而且在這個位置啊，我們可以看到山谷裡還有山泉水流淌下來。我左手邊這裡有一根黑色的水管，可能是當地的村民從山谷裡面接的山泉水出來。這條路面非常的陡，普通的小車子是走進來應該是比較難以行駛，所以我的車子就不敢開下來，因為對裡面的路況不熟，所以只能停在路邊上。那麼徒步到這個山谷裡面去看一看。整個這個山谷的海拔高度啊不是很高，但是大家知道嗎？我們現在已經是處於半山腰了，這裡面雜草叢生。我們走下來呀，到這個位置，這個路面還是挺寬敞的。你看，這裡還有一條溪流，應該是山谷裡面的山泉水流下來的。這裡的山泉水都非常的清澈，而且水源比較充裕。整個山谷裡面這一塊啊，非常的空曠。這邊原先是有一個古老的石板橋，以前估計也就只能夠走人，或者是那種獨輪車、摩托車能夠經過。但是後期啊，這邊估計是為了通車，所以當地人呢在這裡修築了一條這樣的路，而且旁邊是用水泥做了硬化，應該看上去是應該沒修築多長的時間，水泥都還沒怎麼乾。你看都有車子碾壓的痕跡，所以這個地方啊經常會有車子進來。水是從這邊流淌下來的。這不是沙樹，有的是沙樹，有的是其他的品種的木材。整個山上看樣子也就是一些竹子啊，還有一些沙樹，然後就是還有其他的一些木材。你像這個路面呢，也是泥巴路，这要是下雨天、下雪天呢，這個車子啊走進來還是容易打滑的。在這個山谷裡面，它的水資源是非常的充裕的。整個這一塊都是這樣的石頭山，所以山上也就是長一些雜樹，
也生長不出什麼名貴的樹木品種出來。但是呢，这些杂树呢，它也有它的用途，也有它的作用。如果山上是完全是那种光秃秃的呀，那麼碰到下雨天呢，就很容易山體滑坡、泥石流。要是下大雨發洪水呀，整個山谷裡這裡應該全都是洪水往下面沖刷了，那麼這個路面呢就沒法行走了。你想，我们的車子怎麼可能走得上來這樣的路面？我們徒步走上來都非常吃力。現在是連續天晴了1個多星期，路面在這個山谷裡面啊，比較背陰的地方啊，沒有陽光的地方啊，你看這個路啊，都是泥濘的、濕潤的路面，都不好行走。在這個路上啊，好多車輪印。在這個山谷裡面啊，到處都可以聽到這種流水聲。山裡的人不缺水資源，你猜想一下，裡面會有人居住嗎？我猜應該會有吧，因為我們一路上來啊，都可以看到這種黑色的水管，一直延伸到這個山谷裡面。我們可以看這個路面啊，這種泥巴已經被這個車輪碾壓過的，已經完全的變成這種非常的稀爛的路了。這只蝴蝶在跟你引路啊，看到沒有？蝴蝶在我們面前翩翩起舞。哦，前面我們看到一個水塔。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轉接。在山谷裡面，像這種水塔呀，非常的常見。用石頭搭的一個便橋，通往我面前的這個山谷裡面。以前這個地方啊，應該是有一條路到裡面去的，可能經常有人走動。但是現在看樣子已經廢棄了。前面我們就可以看到有菜地了。是的，這裡是明顯是開墾過的，這裡已經耕過了地了，但是沒有種蔬菜。前面這裡種了一片綠油油的蔬菜啊。主要是種了這種大的這種白菜。這些菜全都是由山泉水澆灌的。是的，在山裡面比較乾旱的時候啊，就可以用周邊的山泉水來灌溉。在這裡面種植蔬菜是天然無污染的，這裡呢空氣非常的好。你看這鏡頭前的這一片石頭砌成的，也是菜地。這條路呢，非常的開闊，一直有車子到這裡面來。我們走到這個位置，
啊，這裡看上去以前有人生活在這一片，這裡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古村落。這一排排全都是開墾的菜地。這些菜地可能以前都荒廢了很久了，只是最近才被開墾出來，算像是新耕過的土地一樣。哦，前面是停了有摩托車。是的，我看到了。這一片也是種植了一些蔬菜，看樣子是還沒有種植多久。你看这裡堆放了一些木頭，還有一些磚塊，難道他們要在這裡建房子嗎？哦，是的，像它這個紅磚吶，也是拖到這邊來的，是有可能打算在這邊修建房屋都有可能，或者是修建一些養殖場所，可能在這個山谷裡養一些山羊啊、養黃牛啊、養豬啊。都有可能。這裡有輛摩托車，但是沒有看到摩托車的主人。難道是到這個山上去做事情去了嗎？你看這裡堆放了好多磚塊，看樣子是。我猜應該是他想在這建房子。它這裡就像是挖好了這種地基，這裡背靠大山，這個位置的陽光照射呀也非常的充足。你知道這個是做什麼用途的嗎？我看一下啊。這個呀，這個有可能就是這個推土機吧？耕地的嗎？是耕地的嘛？是的，它整個我們上來的時候，好多菜地呀，看上去是新開墾的，就是用這種耕地嘛。因為現在都是科技時代了，就不像以前那，以前都是用水牛牛耕地，對，那個就比較費力。現在要求工作效率高一些，那麼就都是採用這種機器來耕地。好，我們繼續往上面走吧，看看能否碰到當地人。他這裡開墾了好多菜地嘞，這裡都種滿了好多菜。他這裡還挖了口池塘嘞。啊！你看那個水管引出來的山泉水，源源不斷的。是吧？它這個地方是挖的一口池塘，裡面可以養魚嘛。然後它這裡接的很多山泉水的水管，接下來蓄水蓄在這個裡面。所以你說這個當地人吶，可能他有這個打算，在這裡面修建一棟房屋，然後在這邊做養殖、做種植，還是挺不錯的。我們再走上去看看吧。只是走到這裡來呢，這條路呢就不是很好走了。那裡好像也種了菜嘞。哦。哎呦，這個路啊，坑坑洼洼的。
鏡頭前看到的這一條路啊，是伐木工經常上下山走的路，都被走得光滑了。你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路啊，確實是全都是泥巴，全是泥巴路。這裡有一個廢棄的這種木頭啊。哎，你說有沒有可能是以前的那種泥巴房的那個門框啊？是的。但是那個泥巴房倒塌了之後，就只剩這個門框矗立在這裡了。對，我在想，以前這裡可能就是一個古村落，只是可能廢棄了至少30年以上了。那些泥土房啊，只要幾年沒住人，就有可能坍塌了。現在更別說是40、50年以後了，完全一點房屋的痕跡都看不到了。現在能待在山裡面的人吶，都不多，要麼就是年輕人重新從城市裡面打拼，那麼重新再回到山裡面來做一些養殖、種植，有可能，要麼就是一些獨守老人在山裡面繼續生活。大山裡面相比於城市還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城市比較喧囂和繁華，大山相對於比較清靜悠閒，所以一般都是年輕人喜歡嚮往城市的生活，因為比較市井繁華，而老年人呢喜歡清靜的生活，他們就喜歡在大山裡面過上隱居的生活。哎呀，我們一路走上來，竟然沒發現人吶！摩托車在那裡，我們再試圖往山裡面再走走看吧。你看這條路上啊，都有這個車子碾壓的痕跡，看上去是像剛剛那個推土機的吧？是的。整個這條路面啊，都是後期重新開挖過的痕跡。旁邊雜樹啊，一堆。我們在這個大山裡面，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用石頭壘砌而成的。以前山裡面的人，他們要想安身立命，要想活下去的話，他們必須要種植啊。你像這山裡面，尤其是這個山谷裡面，陽光不充足的地方，它只能種植一些玉米啊、紅薯啊。它種水稻的話還是比較困難，因為水稻它要水、陽光。在這個山裡面，水是應該不缺的。但是山泉水它不適合農田的生長，不適合水稻的生長，因為太冰涼了。山泉水。我看到人了。哎呀。是年輕人啊，應該吧。哎呀，在這個位置啊，還碰到了。你好。啊，我們是來山谷裡面探險的，來這山谷裡面玩的。我們一路走上來啊，看到這裡面一個人都沒有，然後剛看那個有一輛摩托車在那裡，是你的嗎？是。哦，現在這山谷裡面就是你在這裡做開墾嗎？是。啊，我們看到堆了好多紅磚吶，你是準備在這裡建房子嗎？是的。哦，以前這個山谷裡面有很多人住嗎？以前山谷裡面都有幾家人。以前都幾家，現在還有人住嗎？裡面？沒有了。沒有了呀。你是打算在這裡搞養殖？整個這個路面是你後期挖開的嗎？早幾天挖的呀。我看到這裡堆了好多紅磚，然後又挖了一口池塘，是準備在這裡養魚啊。你以前是住這個裡面的嗎？哦，以前老家喲。以前這裡這個就這一片住了很多人嗎？以前這裡都住了好多人吶。哎呀，那他們是什麼時候就搬離這裡了嘞？
哦，有20多年了，难怪了，以前这些泥土房啊都没有看到痕迹了，都倒塌了，里面都没有人住了。我看这里好像電線桿都沒有，都拆掉了。這個是挖土機還是耕地的喲？這個是新買的爬山虎啊。到墳坑上來的。我看一下，這個我們還沒見過嘞。這個是可以，這是可以耕地的呢，還是開路的喲？這個是人拖東西的。哦，拖東西的，像走這種泥濘的泥巴路還是可以走了。準備在這裡做養殖。哎呀，以前你們住在這個地方，以前這個地方有這麼寬的路走嗎？沒有，沒有啊。去年挖的。哦，去年你才挖的，你也是請挖機挖開的咯？挖機挖的。哎呦，那成本也不小嘞。挖了好幾萬。這些挖了好幾萬呢。這些菜也是你種的嗎？我種的。哎呦。你也是在外面打拼回來，然後還是覺得這個以前住的地方好，還是到這個山裡面來。山裡面空氣好啊。空氣好，準備到這邊來養老了。養老。啊，我們走到這個位置，確實是感覺這個位置啊，陽光照射也比較充足。看樣子是做一棟很大的別墅啊。哎呀。這個路呢，也就是這種摩托車能走啊。然後你就是這個，我看下面好多菜地啊，都是你重新開挖出來的。開挖的。準備是種一些什麼農作物的？種菜，養一些山羊吧，準備。是啊。啊，好，我們再到這裡玩一下。好，謝謝你啊。拖東西的。這個不是，剛剛這位大哥告訴我，他這個就是純粹拖一些東西。你像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啊，全部都是這種泥巴路，尤其是下雨天吶，普通的車子根本就沒法拖東西。像他那種摩托車也帶不了什麼貨物啊，所以他這個就像挖土機的那個輪胎呀。鏈條。對，所以這種爬坡呀、走泥濘的路啊都沒有一點問題。我最開始以為是開墾菜地的耕土機嘞。是的，在這個山谷裡面啊，我們非常幸運碰到了當地的一位大哥在這裡面下來。他告訴我，他以前是住在這山谷裡面的。不過，這個山谷裡面以前有很多人住，但是在20多年前就完全廢棄了，都搬離這裡了。而且我覺得很奇怪，這裡面居然都沒有看到電線桿。一般就算是廢棄的古村落，至少電線桿可能還保留在這裡了。但是這裡完全沒有任何房屋的痕跡，哪怕是泥土房都看不到了。他現在是才回來。這條路呢，以前非常的窄，後面也是他今年才挖開的。那麼，打算在這裡修房子，回到以前土生土長的地方來，在這邊搞一些種植啊，或者說搞一些養殖，還是回到以前小時候生活的地方，過上以前這種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。他年紀看上去也不是很大，可能就是40歲左右了。現在城市裡面生活壓力其實很大，那麼像他這種又重新回到以前土生土長的地方，重新回到這裡來進行農作物的種植，還有一些養殖，可能生活會過得更加的愜意。那麼既然山谷裡面沒有人，那麼我們就不到裡面去了。那位大哥告訴我們，以前這個山谷裡住了很多人，那麼以前住在山裡的人，他們要生存下去，那麼肯定要種植一些農作物，像水稻啊、紅薯啊、玉米啊、花生之類的。像我鏡頭前的這一排啊，
以前都是種水稻、种農作物的地方，整個上面上去全都是。不過人去楼空了，現在這裡一片荒蕪，雜草叢生。現在就只有這位大哥，他願意仍然回到這個山裡面來。估計整個這一塊啊，可能都會被他開墾出來了。像下面剛剛我們上來的那一段路啊，旁邊的菜地啊，全都是新開墾出來的。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山谷裡面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這裡就是一個古村落。雖然已經廢棄了，但是我們今天非常的幸運，遇到了一位以前生活在這個山谷裡面的一位叔叔。他在這裡開墾了大片的菜地，打算在這裡做養殖業，並且在這裡想要蓋一棟新房子，在這裡過上悠閒自在的田園生活。我想這個地方會慢慢恢復往日的生機。好啦，我在這裡祝那位叔叔一切順利。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